你会怎么介绍显化？很多人都以为是心想事成，想了就有了，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就是我信了，那我也信我可以赚100万啊，那我的100万嘞，它其实是有4个 process， 因为你一定是要先相信你才会创造嘛，所以我们就先从那种不痛不痒的显化开始。好，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闺蜜，我是大宝，我是芳华。如果你是新朋友，在这个频道我们会介绍自己探索身心灵的旅程，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灵性的知识，还有介绍各种灵性工具。同时，我们有开立会员频道，欢迎加入我们，收看每个月的会员直播以及更多惊喜的影片。过第一关了，耶！恭喜恭喜，耶！正式的欢迎9莉，耶！见到我们的开场一波三折，我笑死。丰富的身心灵知识，介绍各种灵性工具。我们会介绍各式各样的身心灵工具。对不起，我把你的话讲掉了。到底这边要多久？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9莉，因为我跟9莉认识，应该算是我们在办 SOL 之前。然后那时候你们办 SOL 的时候，就稍微有认识到你们，就觉得哇，你们真的很棒，你们能量超赞。在身心灵圈，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能够用国语、台语加英文。你已经超越晶晶体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9莉体。那9莉呢，真的很厉害，是因为她在 IG 上面已经有20几万的追踪，而且呢，她真的很早就开始推广所谓的显化。那她有一个称号叫做显化小魔女，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再请她来说说。然后呢，她今年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你的宇宙订单已到货》。最近也是畅销书的这个作家。谢谢，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今天会成为显化小魔女。宇宙 or whatever you believe in 真的有很神奇的安排，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要太执着在我一定要怎么样，搞不好宇宙有更好的要给你。哦，而且其实我那时候看了 IG， 我会看到上面你的那个字界就写说团购不要找我。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团购不找你，哇，那你这个路线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你有你的自有品牌，对，你有你的自有品牌在做显化相关的笔记本，对不对？还有这些手账这些的，所以你也是一个文具商。对，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超级无敌爱笔记本类的东西，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做它，你知道吗？当时只是因为我透过就是认识到显化吸引力法则，然后开始书写感激书写的关系，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台湾还是有一些感激日记，但是都觉得就 bye， 美感上面不是你喜欢的，对，而且一打开就是我写不下去，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自己做自己的笔记本这样。记得有很多人说啊，我字很丑，不好意思，你就说我字更丑，不要担心。很真实的跟使用这些笔记的粉丝们，就是一起在写这个感恩，然后会时时的提醒大家说，你今天写了吗？然后那个笔记下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鼓舞的话或什么，觉得很可爱。谢谢。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中英台这么3声道的切换？你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子？我小时候非常看辉龙仔天，一开始先跟阿妈住在一起，然后他都会看那种台湾8点档啊什么的，然后我也小时候也很爱看《戏说台湾》，现在台湾很好看，对，真的，很好看，礼拜六下午一定要看，是不是？真的，真的。然后你的3个语言都是看电视学来的。台语是，然后英文也算是，但是后来其实那16岁之前是非常口音非常重的，然后是到了国外之后，我才开始 pick up on their accent 这样子。可能还是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显化。如果用9莉的话，你会怎么介绍显化？很多人都以为是心想事成，想了就有了，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因为它就是太虚无缥缈，然后就是我信了，那我也信我可以赚100万啊，那我的100万嘞，我相信我可以中乐透。你第一个出现的想法是什么？几率那么低，不可能吧？对，屁啦，不可能吧？这才是你真正的相信啊！所以我不认为只是单纯的心想事成，它其实是有4个 process： 想了、信了、做了、有了。然后再科学一点的话，就是Stanford 的一个 professor 他有讲过，我觉得超级棒的一个显化的概念，把你的意图、你的想要植入你的潜意识的能力，接着你的警觉系统还有你的大脑滤网都会帮助你寻找相对应的机会跟可能性，进而帮助你创造这个意图。所以就是不只是表面上说我信，而是真的就像你讲到，整个植入到我最深的潜意识里面，你每个细胞都要相信。没错。所以真的当我讲的时候，我是全身体、心理、潜意识里都相信的，对，那才会真的
变成一个物质。是，而且 you have to put in the action， 你不是只是想了然后就有了，就连你点 Uber Eats 你都要起身，然后出门，然后拿，这就是你的行动啊。对，我想要吃，我不能不点。对，我总是要点吧。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以前其实曾经也有试着，因为看了《秘密》啊，看了吸引力法则，然后我就跟朋友们组一个那个乐透的自助会，我们5个人每一起买5张，那这样每个礼拜买一次，每个礼拜买，其实中奖几率会增加嘛。对啊，我出1次的钱，可是我有5次机会。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就这样连续买1年。然后我那时候很认真哦，因为我是会头，然后我还说，来，我先每个人发个小卡，如果到时候中了乐透的话，你想要干嘛？然后每个人都要把我如果中了乐透，我要干嘛干嘛，很棒，就像一个 dream board， 先写起来，然后写完以后，然后大家就把它放到那个钱包里面，然后我们一阵子就会那个聚会，那我是负责去买的人，那每次买了对完奖，然后我就会在那个群组里面说没有中，然后大概连续讲了3个月以后呢，我们的士气就变得很低落。肯定的。对，然后例如说 A 就会说，是不是因为我啊？因为我从小就没有什么金钱运。然后另外一个 B 就会说，不是，是我带赛。接着大家都抢着要去拿那个我最是我害的，是我害的。而且你越是去打气，结果下一次还是没中的时候，就大家就更 down。我们这个会大概不到1年就解散。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完全是在我显化过程中一直遇到的阻碍，一直去专注在不可能的证据上。你的大脑肯定就是相信不可能。然后宇宙 Bashar 你应该也有听过，就是 Bashar 他有说过，我好喜欢，宇宙会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你相信的信念。嘛就是说，你只要信说我不相信我会变好，他就会支持你说好，给你更多我不相信你会变好的证据给你看。心理学跟脑科学都有，就是好运是可以被训练的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有一阵子很夯，也是我那时候刚起来做的时候，就是 Lucky Girl Syndrome。它其实就只是植入那个意图，我是幸运的，我是可以吸引好事的，然后就进而这样子去转换你的脑内的潜意识。我想到有一部电影，有一个女生她超级好运，然后跟一个男生他超级倒霉，好像是在车站嘛相遇，他们俩就交换了他们的运气，男生就变超级好运，女生变超级倒霉。但后来其实到最后就发现2个人在一起一切都很好，所以其实那只是一个信念。那你从哪边开始学显化这个词，然后跟这个工具？2017年那时候，然后反正我刚拿到 OPT， 然后 OPT 就是在那边你可以拿到的1年的实习工作签。可是那时候压力很大，因为那是演员签嘛，在台湾当演员就不容易了，我还是一个外国人，然后过去那边当演员，试镜100个，你中1个你就该偷笑了这样子，然后你开销很大，那时候金钱卡住，然后另外一半远距离，然后远距离的时候，那个算是一段蛮 toxic 的 relationship。他当时就有很多的冷暴力啊，我不会开车，然后反正我就被逼着开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停好停车位。结果呢，有一个警卫就说 You have to park it right， 然后我就说我男朋友很快就出来，那时候男朋友还在，因为那一个是我陷入忧郁症的其中一个转捩点。我超级无敌讨好型人格，我不敢跟人家起争执，尽管我当时就说我真的不会开车，你可以开，他只是从这边开到这边而已哦。然后他就说 No, you have to drive it, I'll teach you。然后向前的时候，我就说 OK, how do I stop it? How do I stop it? 然后他说 Press the pedal, press the pedal。然后我想说 Which pedal? I don't know how to drive。他也慌了，结果我就随便扫一个，我就是踩油门。你有驾照吗？我没有啊。没有驾照，为什么？他就是逼我进去。他就是车没停好，警卫要他现在把车停好。可是她男朋友不在。哦，是男朋友停的吗？对。哦，男朋友停，然后没停好，然后警卫叫不会开车的你去瞧哦。对。公寓可能会有一个的坑，然后是有树啊什么的，反正我就直接直冲撞树。对，然后那是我朋友的车，我那时候已经很没有钱了，然后我又撞坏别人的车，就欠人家钱。因为这个就开始就酝酿了那个忧郁的种子，然后后来我开始去打工啊什么，我开始是去帮别人打扫哦，然后我帮一个经纪人打扫，然后有一个介绍我这个经纪人的朋友就以为我要跟他签约，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约在身了，然后也是他介绍，他就觉得说我是背叛他，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背叛我啊，怎么样子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个东西我就爆掉，我彻底爆掉。然后我就是准备要，就是带走自己的那一种，对。
当时的另外一半找不到我，然后他就打电话，后来终于接通的时候，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快活不下去了，然后他就很激动的说，他说你再这样子的话，我要叫警察抓你。然后说你不把你自己送去精神病院的话，我就叫警察强制就医。对，然后而且他还说我现在要去爬山，你已经耽误到我了。你们那时候交往多久啊？1年多吧。哪一国人可以问？冰岛，拜托不要。我想说好，你不救我，我自己救自己。我当时还有这个意识，因为我觉得我被他气到，所以我就把我自己送去精神病院。然后我送去精神病院之后呢，在美国把自己送去精神病院，对，我也很乖，我就是自己默默去了精神病院报到，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再一个人了，我知道我一个人我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哦、by the way， 如果你在陷入低潮的时候，不要用黑色床单。真的，我当时很大的一个领悟是，我是用黑色床单在睡觉，然后我觉得那个 energy 有一点像是我被 suck into a 黑洞这样。然后后来还是就是去了医院，然后医生好像也帮我打了一个针，我其实也忘记应该是镇定针什么的吧。坐下，然后就聊说好，那接下来你想要怎么办？我说我想要住院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就给我看说，好，账单是这样，大概1个礼拜30万台币。哇，穷人真的没办法忧郁耶。我觉得我是那个愤怒，我是那个凭什么穷人不可以得到这样子的资源？那我要怎么样自己站起来？我觉得我有那个怒气在，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自己当成白老鼠，我自己试试看，我可不可以自己站起来？反正最差就是这样，反正最差就会是这样嘛，对。然后我就接触到了秘密的纪录片，好像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看，然后我看的那一部，我真的重新燃起就是一个希望感，就是反正吸引力法则 ，it's free， 免费的，没黑黑马赫，我只要改变我的想法，我就可能可以得救。那我试试看。然后我开始冥想啊，然后每天做感激啊。尽管一开始我知道在低潮的时候真的是想说我可以感激什么，可是我有一个，我在书里面其实有写一个方法，就是感激，就是当你想到要是我没有这个东西，我的人生会有多不方便，我的人生会有多痛苦。Go back to the past， 或是 go to the future。你在原始人时代。哇，你有可以喝的东西，冰冰这么好喝的东西就已经很幸福了哎。Go to the future 的话，就是老人的时候，你会 ，Oh my God， 很短悠悠的皮肤，或者是健康的头发跟身体，可以走路，可以跑步，可以动，这不值得感激吗？几个月2、3个月之后开始看到很好，就是好，自己状态比较好转。那你现在可以感激冰岛男友吗？我其实蛮感激的欸，因为他是带我认识冥想的人，对，他是黑天使，他是黑天使，而且我超级无敌相信每一个低潮都会带你去高潮。对，去那里，不要去那里回来。前阵子刚好就是也在拍影片，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大便后面都有礼物，但你不用为了要礼物而去踩大便。没错，我觉得所有的黑历史都可以转化成很棒的养分。你刚刚讲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一件事，其实你的愤怒是来自于你很气愤自己一直迎合别人。这才是最大的愤怒。对，其实你并不是气谁，其实你气的是自己。是啊，是啊，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愤怒这一件事情，他觉得就是小时候我们的教育就是生气是不好的，你不可以生气。可是我一定要讲，在显化的过程里面，我学到最大的一个领悟是允许你的所有情绪，因为你所有情绪都是来帮你的。像是愤怒，我就是因为愤怒我才站起来的，好险我有这个愤怒。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use it， 全部都是你要怎么利用这个情绪来帮助你。你用这个情绪知道说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信念，原来我背后的机制是这样子运作的，你才可以更好的跟自己 work together。那我也想要问，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在聊显化很多老师、很多课、很多书都在教，可是我发现大家都很 focus 在一件事情，就是金钱的显化。对，其实刚刚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中乐透这一件事，像我就很清楚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不想要显化中乐透吧，我还是想要靠我自己的方式跟我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中乐透？这也是我其中一个信念，就是我不想要不劳而获。当然，我不是不鼓励别人去显化中乐透这件事，还是有很多人是可以显化到中乐透，因为他们没有 resistance， 他们没有抗拒，他们的信念是可以，就是我是可以轻轻松松赚到钱的。你一定要去想，小时候我们一直常常听到大人讲的哪些话，然后我觉得我在没那个运啦，中乐透没那个运啦。要先怎么收获，你要先怎么栽。但是我觉得认识到显化就是，其实赚钱可以不用这么难。
当我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金钱显化变得非常非常快。Question your belief 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质疑你自己的信念。不是有一本书说我可能错了吗？那本书为什么这么 powerful？ 就是当你打掉你自己以前的相信，以前跟自己讲的故事，你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人生。这个英文也很有趣 ，become。其实显化不是吸引力法则常常说 you don't attract what you want, you attract who you are。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先成为那个人。我们小时候不是常常听到 act as if 或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是你必须要先模仿哦，这个人会做什么，这个人会想什么，那你就想说好，显化成功版本的我，或是实现愿望版本的我会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做。你先做他会做的选择，一致性对齐那个版本的你。那我想要了解，就是说你从原本很惨嘛，就是你在美国那时候真的很惨，到现在你觉得丰盛的时候，你针对你自己的事业啊，或者是说你的财务用度啊，你有什么改变？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处于在一个超级我只能看见这么多。然后后来慢慢的打开，我是透过感激的方式打开，就是我有什么我就谢什么。就是假如说我今天买了一杯饮料，我就会谢谢那个钱，想象那个钱帮我就是付了这一杯饮料，就是谢谢你，把钱当一个人。对，然后谢谢你，我知道你会回来的。1000块先生，谢谢你帮我付了这一餐。对，我跟你讲，你会越谢越丰盛，因为当你是感激的能量，你就想象，因为 everything is energy， 所有金钱也是 energy。你之前有大概做过金钱排列，你就想象哦，如果你现在是我的金钱，然后你去感受哦，我现在是九力的金钱，你想象那个金钱，那个人会知道吗？因为排列就有点像是扮家家酒，然后你直接就是在能量态里面。对，在能量态里面，我那时候对我的金钱，看到我的金钱，我是这样的。你没有跟他当好朋友，是因为有些人对钱的观念，我以前也是啊，钱是不好的，有钱人可能就是很多快乐，这跟你一样。我以前会觉得有钱人要么不快乐，要么不正直。但反过来，其实也有很多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去 figure out， 哦，原来我有这些信念在挡着我跟金钱。你自己想象嘛，如果我是钱，然后我看到一个就是。天哪，你拥有你是这么不珍惜，而且这么看不起我，而且我帮你付这一杯饮料，我帮你付这个房租还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感谢。对，那我干嘛帮你付？所以你是因为这样开始去改变，不管是你用钱的方式，然后还有你的比如说职涯的规划或什么，开始用感谢金钱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这一块嘛？对。那九莉，你这一次推出这个线上课程，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的特色加在这里面？里面我会搭配书写，肯定是一定要的。再来就是时不时的冥想，因为我觉得冥想也改变了我很大的人生。然后再来是 tapping 情绪释放技术，然后又称为情绪针灸。很多人都觉得显化就是我一定要正能量的 ，no。你如果一直觉得说我不能负能量，我一定要正能量才会显化，天哪，你会能量便秘耶！你们能想象，就是自己卡了很多情绪，然后在里面，然后你没有 poop it out， 你没有把它大出来、上出来的时候，你那个焦虑是会扩张的。那焦虑会显化成什么？你的肩颈酸痛，你的头痛，这都是焦虑的显化。显化不是只会显化好的东西，它是连坏的东西都会并同显化，无条件支持你显化。对，最后就是 AI， 我会结合就是 AI 的指令，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我可以怎么结合 AI， 让 AI 也成为我的显化 coach。因为现在大家很流行用 ChatGPT 帮助自己整理自己的内在嘛，所以你会教大家一些 prompt 这样子吗？对，里面因为很多书写的问题，大家可能会一问三不知。你们知道纯提问效应吗？那什么？纯提问效应就是有一个学家，他就在1993年，他去做了这个实验，他就只是单纯问一群人说：“你最近有没有要买车？”结果这一群人后来都去买车，提高了他们的买车率。也就是说，纯提问效应，你可以透过提问的方式来改变你的行为。那今天最后那个九莉可不可以教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来一些显化的小练习之类的日常练习？你会做什么？我其实想到的是一个蓝色羽毛实验，你们有听过吗？我今天听了好多东西，我快崩溃了。你怎么证实你是有显化的能力的？因为你一定是要先相信，你才会创造嘛。所以我们就先从那种不痛不痒的显化开始。你先想一个，就是你现在觉得日常中不太常见的，不是说什么桌子啊，不是说什么纸啊，或是笔，是比较特定，像蓝色羽毛。蓝色羽毛你就觉得，这
日常比较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对，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直想到粉红色的大象。 OK， 那就粉红色大象。那就粉红色的大好象。那我想要乌龟好了，乌龟，我想看到乌龟。 OK， 好不好？然后闭上眼睛，想象刚刚说的那个物品。假如说是粉红色大象，然后假如说是这个乌龟，然后它多大多小，想象一下它的形体大概的样子。然后你觉得它摸起来的触感是什么？你真的感觉自己是可以摸得到哦，它的形体、它的形状、它的整个软硬都摸到了。然后再来就是想象它的细节会有什么，你就是把它具体化在你的面前。然后想完之后，用金色的光把它包围起来。然后想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金球放下。准备好就可以深呼吸，把这个 image 放下，把这个图像放下，直到它会在对的时间来到你身边，来到你眼前。准备好就可以回到这边，不要特别去找它。OK，这就是其实显化的步骤，就是你不要很刻意的，就是你要它发生。我真的很喜欢大便的比喻，就是你越便秘，你越推它，你会越会受伤。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在看板上，或者是它可能会出现在你就是逛宠物店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个形体跟你想的一样的乌龟。我发现其实显化，你越想显化，其实你就是在一个追求。那追求就等于你没有，那其实你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匮乏。所以不管是这个练习，还是你整个刚刚我们所有在聊的内容里面，其实显化它不是一个你需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你就是一个已经是会有显化能力的人。对，想完就忘掉，反正一定会遇到的。对，一定会有。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显化练习，就是你放下你的执着，因为显化最卡住的就是你的那个抗拒，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我知道它就是会在时间内到来，然后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是哦，这就是一个我会显化哎，哦，原来这就是一个有意识的创造它出来的 process。那我们就谢谢九莉今天来玩，然后21天的显化养成计划的资讯我们就放在资讯栏喽。那我们谢谢九莉，谢谢谢谢你们，下次见，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